方便你看时间。蓝忘机用不容拒绝的眼神看着魏无羡，魏无羡只好放下筷子，打开盒子，果然是一只十分精致好看的手表。谢谢蓝副总。魏无羡低头看着手表，鼻子有些酸。您记得我生日，请我吃饭还送礼物，我太感动了，你我之间不用说谢。蓝忘机拉过魏无羡的左手腕，取出手表，亲自给他戴上，表链不松不紧，正好合适。魏无羡心里又是一阵感动，好好看，我会一直戴着的。魏无羡红着眼睛，十分郑重地说，你喜欢就好。蓝忘机眼带着笑意，轻轻放开魏秘书稍显纤细的手腕。这几天，蓝忘机总是被蓝启仁叫去开会，魏无羡在办公室无聊得很，眼看着万圣节快到了，下午突发奇想，就伙同秘书室众人准备晚上搞个惊吓派对。魏秘书，你确定能吓到蓝副总？聂怀桑手里拿着魏无羡临时买来的恐怖道具，觉得十分幼稚，吓到后又怎样？蓝副总不会扣我们工资吧？有我在，他怎么会扣工资？魏无羡自信十足，蓝湛他看恐怖片都不怕，这些肯定也不会怕的。那我们下个季末？罗清扬捧着蜘蛛头饰，一脸嫌弃，这就是小孩子万圣节玩具吗？一向没什么意见的温宁都忍不住抱怨一句，哎呀，有个节日气氛就好了吗？魏无羡嘟囔道，蓝湛最近几天老是被叔父叫过去做事，我想让他放松一下，小两口回家轻松不好吗？聂怀桑苦笑着，干嘛拖我们下水呀？喂，我搞这个惊吓派对是以魏秘书的身份弄的，又不是蓝二夫人。魏无羡一拍桌子，气势就上来了，大家都是蓝副总秘书室的人，维护上司心情，人人有责，都不许打退堂鼓啊。其他三人大眼瞪小眼，无声地说，魏秘书和蓝二夫人有区别吗？但秘书室头头既然如此说了，其他人就暂且放下手中的工作，开始布置惊吓派对。温宁和聂怀桑一脸不情愿地把魏无羡买的堪称幼儿园万圣节装饰品挂在秘书室墙上，又开始研究弄几个阴森可怖的彩灯。聂怀桑立刻下单了几副骷髅道具和一大堆零食，温宁跟朋友借来几件万圣节热门角色服装，罗清扬请好姐妹赶紧送来化妆品。大家要扮成什么？我给你们化妆。最终，聂怀桑选择吸血鬼，温宁是僵尸，罗清扬扮裂口女。魏无羡在一堆衣服里选来选去，犹豫不决。他只是想顶多戴个面具装模作样逗逗人，没想过还可以弄造型。魏秘书，你快一点，化妆很费时间的。罗清扬一边给温宁铺粉一边催促，扮个木乃伊算了，免得给你化妆。聂怀桑拿出一卷绷带，坏笑道，不要不要。魏无羡直接拒绝，好难缠啊，你是不是想弄那种可爱一点的造型，好讨蓝副总欢心？罗清扬大笑，我刚看到那边有兔女郎哦，哎呀，扶扶情趣呀。聂怀桑起哄，别乱说。魏无羡红着脸，呲着牙生气地说，不如就弄个幽灵好了。聂怀桑建议道，直接罩在身上，呜呜啊呀的扑过去，还是怪吓人。也行。魏无羡思考了一下，心里渐渐有了主意。魏无羡提前跟总裁秘书通了气，散会就通知他。关掉办公室灯，又打开阴森的彩灯后，魏无羡紧张地做了一个深呼吸。办公室其他人都被魏无羡赶去吃大餐了，他买单。虽然有点对不住他们的一番精心准备，但魏无羡还是想跟蓝副总独处。魏无羡见一切准备妥当，就照上白布躲在门口的文件柜旁。由于白布上开的孔不大，视野很局促。这时，走廊上脚步声逼近，随即有人推门进来。蓝湛呜呜，魏无羡抬起双臂，摇摇晃晃朝门口那个身影走去。什么东西？一个略带苍老的声音响起，魏婴。魏无羡顿时明白面前的人并不是蓝忘机，而是蓝启仁。但幽灵符太大太长，他不小心踩到下摆，动作收不住，整个人摇摇晃晃不受控制往蓝启仁身上扑去。蓝启仁没想到魏无羡胆子这么大，来不及躲避，被魏无羡扑了个满怀。魏婴，蓝启仁气到不行，又不能直接把人推开，生怕他哪里磕到碰到了，只得愤怒的大吼，你到底在做什么？
本来是好心顺路上来给魏无羡说稍后带他一起回老宅吃饭，没想到遇到这人调皮捣蛋，把办公室弄得跟鬼屋一样，还差点把自己这把老骨头给撞散架。蓝忘机正和蓝曦臣讨论事情，听到楼上蓝启仁惊天动地的喊叫，立马丢下工作一起冲上楼来。无羡，你在做什么？搞清状况的蓝曦臣忍不住笑道。蓝忘机没有说话，几步走上前，把幽灵卫秘书从蓝启仁身上拉开。糗大了！魏无羡自知闯了祸，躲在幽灵符下面攥着衣服站在原地不敢动。是不是事情太少了？蓝启仁整理好外套，生气地说：叔父，已经是下班时间了。蓝忘机立刻回答：忘机，你又护他。蓝启仁转头瞪着魏无羡。